各位学术界的前辈以及科技部的长官也好，那我们这个计划是培育国际电池领域学者、领袖学者，然后我们在做的主题是太赫兹关键组件与成像应用的研究。那计划主持人是吴宗麟教授，然后我们一共有马之庄教授、陈世元教授以及我个人蔡作敏，然后共同组成这个团队。那我们计划的目的和规划是，我们的计划是借由国际级的先进太赫兹技术间的开发研究，然后来助攻国内电磁波领域，然后极富潜力的中生代学者，提升整体国际影响力，并站稳国际学术舞台。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会建立完整的太赫兹技术。那这个技术包含了基体电路的设计、天线的设计、功率分布器设计以及转接器的设计等关键零组件。那所使用的制程也整合了国内各大先进半导体制程，然后先进的被动基板以及先进的构装制程。那在完成各个关键零组件之后，那我们会进一步整合开发应用成多画素的太赫兹照相机，然后做太赫兹成像之用。那所以说我们的进程表其实基本上在前2年的时候，我们是在做系统规划以及每个子电路的设计以及验证，然后到了3、4年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我们的成果推展出去。那其中有一些就是举办重要的 workshop 或 conference， 或者说我们希望可以得到 best paper award。那到第5年之后，我们就实际的会展现我们的成果以及做技术转移。那这是技术的，这刚才前面是一些条列式的技术细节。那其实这边一个具体化的说明是如此。像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其实我们组成团队的人是典型的念电磁波研究人。那电磁波研究基本上啊，就是从很低的频率，譬如说像手机的行动通讯大概是一个 GHz， 然后以至于说微波炉，然后或者说到现在还有那个毫米波或第5代行动通讯、雷达啦，或者说之类的应用。那这个是我们频率会一直往上做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它频率比较高，频宽比较宽，以及它的指向性比较高。那所以说，对于我们电波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说，是不断的把频率往上 push。但是对于光的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说，其实光这边有 X 光，或者说 DVD 啊，或者说光通讯，或者说一直到下来还有远红外线，一直往下降。OK， 那所以说我们电波的领域要往上升的话，我们需要电子零件的工艺的改善，但是它改善的幅度会随着我们的半导体制程的改善，以及我们的相关的搭配的制程的改善，一直在往上 push。那目前来说 ，push 到最后大约是100 GHz 啊，或200 GHz 是越来越有机会可行。所以说也有一些规划说什么第6代行动通讯它需要用到100 GHz 的频率，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往上 push 可能可以做到的地方。但是其实一直往上做的话，到100 GHz、200 GHz 乃至于500 GHz 或1000 GHz 的太赫兹的话，其实它就会变得有点难，有点困难去实现它。所以说一直往上 push 的话，限制于我们的元件的技术，我们会使得我们系统变得简单，但是它的特性就比它的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样。OK， 但是如果对于光的话往下降的话，那它往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又觉得频率太低了，它没有那么低的 source， 所以说以光的角度来说，往下降也是一个困难。所以在太赫兹那边会有个 gap， 叫太赫兹 gap。那这个太赫兹的 gap 是2不管地带，低频的不好往上做，高频的不好往下降。所以我们就类似说这样是南极大陆，就是一个未知。好，那所以说我们在想是说，我们如果用光用电磁波的电和磁的概念，不断的往上 push 我们的频率的话，那将会看到什么样一种概念 ？OK， 所以我们就组成了这样一个团队。所以说我们有天线设计的专家，那我们也有接收机的专家，也有做分配网络，也有做那个 interconnection 的专家。那我们组织了一个船队，有点类似沙克尔顿的坚忍号这样，一直往的一个南极大陆那边航向过去。那地方是一个未知，可是是一个可以预测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就先介绍说，这个计划主持人吴宗麟教授他的学术成就。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必须要跟国际做接轨，所以吴宗麟教授在电磁干扰以及杂讯抑制技术的学术成就里面，那他的团队有获得 IEEE 的电子封装顶级期刊的 Best Paper， 我有好多篇。好，那所以说其实吴宗麟教授已经在这样的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受到瞩目的著作。
那受邀请撰写3篇有关电磁相容 review article， 那都是第一作者，所以有受到国际的高度的关注。那论文也获得 IEEE 的 EMC 学会大奖。那表彰文章在当时5年内所有相同期刊内700多篇论文里面有最高的被引用的次数。那吴宗麟教授也是 IEEE 的 Fellow， 那是台湾电磁相容领域是第一个得到 IEEE Fellow 的殊荣。那吴宗麟教授也连续获得3次的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那吴宗麟教授还在学术社群里面的参与的话，在当选的 IEEE EMC 学会的理事。那这是台湾在这个领域里面第一个在当选这个学会的理事。那吴教授也在2018年获选 IEEE TEMC 顶尖期刊的Editor in Chief， 那是亚洲60年来第一个在这个期刊里面得到Editor in Chief。那吴宗麟教授研究的衍生技术也取得很多项欧美多国的专利，也受到台湾及国际科技产业的高度专注，所以证实吴宗麟教授研究兼具学术创新以及产业的可利用性。而且因此吴教授同时也获得科技部杰出的技术移转贡献奖以及台大的创新杰出奖的殊荣。那吴教授也执行那个科技部大型研究计划深耕工业基础计划，然后建立高速射频以及毫米波技术中心，那以连接国内外七家产业。那这是我们的船长吴宗麟教授的基本上的一个个人的简介。那我们船员呢，有我还有我蔡仲宇副教授是本人，然后还有陈世元教授以及马志庄教授。那我个人是交通大学的副教授。那我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努力去参与国际的研讨会，然后依据我个人的专长啊，其实我在这边有担任那个学生设计竞赛的主席。那在今年啊，就是去年获得推荐，然后我就加入 IEEE 的协会里面，然后当成其中一个 member。那所以说开始跟国际开始有接轨。那陈世元教授的话，其实已经跟国际做了不少接轨的一些成果。那陈世元教授是台湾大学教授，那2度获得科技部优秀年轻学者计划的奖，然后他有担任 IEEE 顶级期刊的副编辑以及教育委员会的职位。那当然他也积极的去参与国际会议，所以他即将在2021年去担任有一个国际研讨会的 TPC Chair。那他也是台北 Chapter 的支会主席。那他同时也是另外一个期刊的编辑。那马志庄教授的话呢，那是目前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的教授。那他有担任 IEEE MTT 以及 APS 这2个顶级期刊的副编、主编，或者说资深副主编，或者说代理主编。那他也兼任天线与传播，就是 AP 这个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那曾经也获得杰出的这个期刊的副编辑奖。那当然就是马志庄教授未来也即将去主持 ICEP 这个会议的 General Chair。虽然目前他也是 IEIC 的期刊的副编辑。那马教授他2度获得科技部优秀年轻学者计划之奖助。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的第一个要求在开疆辟土接轨国际的部分。那我们在各个期刊，譬如说这是一个在我们电波领域的话，主要是 AP Society 或者说 EMC Society 里面，那顶级的期刊之中，那都有我们团队成员的参与。那像在这里的话，马志庄教授是在今年刚获选为那个Translation on Antenna and Propagation， 是这个 Society 里面最顶级的期刊里面的 Track Editor。那另外一个期刊是Antenna and Wireless Propagation Data， 这是短篇的期刊。那陈世元教授目前是 Associate Editor，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陈教授跟马教授的参与度其实一直有很高的参与度。那当然就是 EMC 这个 Society 里面，电磁相容 Society 里面，然后最顶级的期刊是 Translation on Electromagnetic Capability。那吴宗麟教授目前是 Editor in Chief。然后我们在日本的期刊里面 IEIC Communication Express， 马志庄教授目前是他的 Associate Editor。那我们在开疆辟土接轨国际有关参与国际重要学研组织的部分，那吴宗麟教授他目前是
IEEE EMC 的理事，那是在台湾第一人。那马教授的话，我们有努力的参与 ISEP 会议，那所以马教授将是 General Chair， 那他也是那个IEEE APS 的 Education 教育的指导委员会。那陈世元教授的话，他也会担任 ISAP 会议的 TPG Chair。所以简单讲，就是这个会议基本上是主要的要角，就是马教授以及陈教授两人。然后那当然就是国际的台北知会的部分的主席是由陈世元教授担任，然后 Education Committee Member 这个地方也是陈世元教授担任。那马志庄教授我们在另外一个电波 Society MTTS 里面，马志庄教授是担任 IEEE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 Technical Program Review 的 Committee Senior Advisor。那这是今年就是我2020年1月刚获得的，所以这个成果是已经很不错这样。那我个人的话，站在这些教授当中，其实一定要力争上游，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很努力打入那个 Microwave 的 Millimeter Wave 的 Solid State Device Community， 然后最近就是今年正在积极的规划说，我们可不可以办一些国际级的活动，然后由国内的活动，然后连接到国外的活动。那这正是我的努力这样。那有关于那个国际的研讨会，就是诚如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有两个研讨会是我们主要在主办的。第一个研讨会是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P， 就是 ISEP， 那一个是 General Chair， 一个是 TPG Chair。那这个我是在里面负责一个，这个并非我主办，但是我在里面负责一个 Industrial Session 的 Chair， 然后从一个 Chair 开始，然后逐渐的提高一些国际的交流这样子。OK， 那讲完我们前面的努力之后，那我们来讲一些技术的一些细节。那有关就是研究的议题和国际例记比较，我们就开始想到说，以太赫兹就是电磁波跟光波的一个中间一个 link 起来，它中间一个共通点就是电磁波也可以成像，光波也可以成像。那电磁波成像，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这是一个大脑的一个模型，所以说其实借由我们发射电磁波，然后我们去接收电磁波的波形，那我们可以由这些波形去倒算脑袋里面，就是这个待测物里面它的介电子的行为。好，所以说假设如果介电子行为有所不一样，好，那譬如说像有些是肿瘤细胞有点不太一样的话，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被成像出来。然后这是广为人知道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安检，我们目前也常常用。那像举例来说，这是一把手枪。那这手枪经过我们发射电磁波以及计算散射波的话，我们不但能够测出手枪的形状，我们连手枪的3D 的形状以及它的材质也都可以完整的被还原出来。那这个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高深的原因，是因为它基本上电磁波的入射跟反射都是跟材质的大小和形状相关。所以说我们假设我们侦测点够多的话，其实我们根据数学的一个关系，我们当然是可以1对1的推应回来。那可是它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侦测电磁波的话，基本上它有大小跟相位，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相位的侦测能力。但是这个逆散射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同时准确预测得3D 的资讯以及物体的物质性质，所以它跟 X 光不太一样，它直接就是可以测得我们的一些组织啊，或者说一些其实非导电物的一些行为。好，所以在机场的安检也是大量的使用。那所以说假设有塑胶制的这些比较危险的物品，也都可以准确的被测出来。那至于光的话，其实我们实在非常常使用到，譬如说手机、相机都有一些这个东西。那它的成像其实非常的它的成像其实很容易，就是说假设我们把光然后投影在某些感测器上，那我们可以准确的把这些形状、这些波长啊，然后以及这些强度侦测出来，然后把它存起来。大概就是相机的状况。那在太赫兹里面，那目前的做法其实还会更为单纯。它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假设我们在这边前面会安上一个透镜。那假设这透镜它可以把平面波转成一个聚焦，那就有点类似我们把所有能量转在一个点上。那如果我们转在一个点上的话，那这物体上如果假设我们的点非常的细，那我这个物体上的形状就可以借由我移动这个点，然后去侦测这个点的行为，然后去被完整的正确侦测得到。
那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其实如果它是一个介于电跟光之间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电路就被化简成一个很简单的侦测强度的一个电路。那在这里的话，这是一个已经发表论文，这是一个引用已经发表论文，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天线，再加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路，配上一个比较低阶的制程，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个很高频的成像。但是这个成像基本上来说，虽然它的解析度很高，那是因为它的聚焦度很好，但是它需要进行很大量的扫描。那在扫描当下之下，那它同时也失去了相位的讯号，它只能侦测的大小。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努力去突破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把这个的技术提升到这个地方。那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传统的成像跟我们这个电磁波成像最大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在一个很高的频率之下，可以侦测它的相位。那怎么去侦测相位呢？那在我们其实要侦测一个讯号相位，其实没有非常的简单。好，那像我们在做电磁波的那个通讯的调变和解调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混频的机制或放大的机制，这些东西在高频的时候，通通都其实特性会非常的不佳。那所以说，我们就回到我们电磁波的最原始的想法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干涉的概念，就是我们假设把路射跟回波的讯号啊，加上一些路径的差。然后它们就会产生干涉，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正向干涉，或者说90度干涉，或者说负90度干涉，也就是说各种不同干涉的那个可能性啊，那它就把它从某个地方拉出来，某个输出点拉出来，那于是等于是说我们侦测某个输出点的讯号的强度，就等于是侦测这两组讯号的相位差。那于是这就回到了我们电磁波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可以侦测讯号的强度，但是我们又不用使用比较复杂的通讯的解算的一些通讯解算的电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就有机会达到太赫兹的侦测相位的一种功能。所以像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技术我们把它叫做 6 port。那在这里的话，有人已经延展到60 GHz。那然而这个60 GHz 的话，那它目前来说最高的频率有做到60G， 也有做到100G， 但是还没有普遍的把这个东西应用在成像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就来试试看，说用这个做结果会怎么样这样。好，那所以说这是我们计划系统架构图，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讯号发射出去，就有点类似闪光灯，然后回来之后，我们的电磁波的大大小小的行为，我们把它收回来。但是我们这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只要收讯号的大小，那中间的那个相位，我们是经由干涉，然后去帮我们可以逆推的回来。所以这样的结果，在技术的层面上来说，是很有机会到达非常高的频率。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思考过后，我们有机会到达一个进入到太赫兹 gap 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安排了这个系统规划图。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会把好多个天线的指座，好，这是我们的天线，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天线放在一个高频的基板上，然后再把这个高频基板放在一个 PCB 板上。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电路要可以设计，那我们的天线要可以设计，然后之中的组合整合的话，也是最高端的技术。那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其实普遍在2020年即将会使用的第5代行动通讯的毫米波的波段的部分，他们也是大量使用这样的整合。那可是毫米波的波段基本上是他们目前是使用在 Ka band， 也就是大约是在28或39 GHz。那可是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要做到150 GHz， 所以说吴宗元教授已经去找来全台湾就是比较顶尖的日月光的制程，然后他们希望可以突破一个传统 Ka band 的这个屏障，然后到达太赫兹。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评估就是理论上非常可行，但实际上要很努力。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发挥斯塔克尔顿冒险泛滥精神，然后去达到这样一个特性这样。那我们的关键分工的话，其实我就是专门做 IC 的部分，然后陈世元教授是天线的专家，那马志远教授是做功率分配器，那吴宗元教授是做转接接头，希望船长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我们的计划流程我们就有4个分项，那我们希望可以在5年内达成。好，那
我们预期效益啊，就是我们可以借由太赫兹的技术啊，我们可以助攻至少两位中生代学者生 IEEE 院士或主编，然后一位年轻的学者，就是本人啊，希望可以成为国际期刊的副编这样。那我们第一年的话，我们目前的状况已经达到，就是我已经在国际的member 里面 committee member 有参与，然后另外2位优秀的教授，他们也是中生代教授，也是就是有担任主编或副编。那我们希望第2年、第3年、第4年、第5年都可以照我们的预期这样子，希望是可以达到的。好，那我们接下去就可以讲一些技术的部分这样。那我们在做这些部分的话，我们第一个要评估太赫兹成像的可行性，所以说我们有做一些理论的想法。那理论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假设这是一个散射物，那它有很多个波。那当我们在这个散射物之前，我们用一些接收器把这些散射物都量出来。3号我们把它量出来，就是量它的大小以及相位。那我们有机会把它推回去。所以这是一个理论的推导，就是我们这是有2个点。那我们量完以后，我们成像起来就是2个点。OK， 那这是一个共同主持人陈世元教授得到一个结果。那依据这样的结果，我们思考之后，太赫兹有没有办法继续做到呢？好，那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这边稍微简介一下我们的成像方法，就是假设这是一个物体，它是有散射波，那我们会有发射出去之后，我们要倒算回这个物体的行为是什么？所以我们这是在解一个叫做逆散射问题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解的方式就是，当我们物体发射有一个波，那波的话它有沿着 x、y、z 方向的分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向之下，我们可以把 x 跟 y 方向的传播的行为都把它求出来。其实就是做一个复利的转换，把 x、y 方向求出来。那因为对 z 方向的传播会跟 x、y 方向的传播是有关的。那举例来说，假设我是正向往上传，那 x、y 方向是不传播。那假设是斜的传的话，那我 z 方向的传播就会比较少，所以它是一个投影的概念。所以当我把这个平面的 x、y 方向传播都找出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有机会倒算回原先这个物体的行为。那我们计算方式很容易，就是我们只要再乘上一个负 jks kz， 这个地方就等于是我们把这个 z 方向的传播倒算回去之后呢，那我们再做反复列转换，就可以把这个物体的行为把它整个还原出来。那这只是其中一个状况，但是其实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这个物体的3D 的行为，其实都已经完整的包含在这个相位啦，还有扫描平面的状况，所以这是可行的。那所以说我们就来做一个成像。那这是我们在用一个实验室的仪器，那量到频率是150G 到170 GHz 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也是我们实验室最高频率的仪器了。那这个方向是会发射讯号，以及接收讯号。那当我们先收集所有的反射讯号之后，那我们把待测物放在这里，我们整理资料之后，然后带入演算法，我们就可以成功希望可以成功解算。那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把一个铁线凹成一个6字形。那这个大小多大？其实大概只有几个 millimeter 那么大而已。所以说，当我们在扫描这个平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平面其实我们只有在正上方看到一点点的影而已。那可是当我们在把这个讯号做解算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6字形的形状。但是更有趣的是，这后面的保利龙的形状也都是可以大概的看得到。所以说，其实它在侦测很小的物体的话，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的话，那第二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这是有两个小小的元件，这是一个是0603的电阻，每个电阻的大小大概是1个 millimeter。那我们扫描完之后，其实也是长得这个样子。那可是我们成像解像的时候，我们把它的包装啊，其实也都大概可以解得回来。所以在很高的频率的时候，这个太赫兹的优势已经完整的被开发出来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晶片卡拿去扫，那我们发现说这晶片卡其实这上面有个金属的形状。那我们扫完之后，我们解算回来之后，我们不但是连晶片卡的纹路都解算出来，那我们连这个斜线的状况，就是这个晶片卡是斜着放，所以高的地方、低的地方会有一些干涉行为，这也都可以算得出来。所以未来这个3D 的行为其实也是可以完整的去计算出来这样。那所以说，我们跟我们的文献回顾，这是其中一个太赫兹的一个成像，它是在178 GHz， 所以在这地方可以看到说它大概是几个公分等级的成像。
哦，那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做到 millimeter 等级的成像，所以特性是会比较好的这样。那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就是说它这个地方也是做出一个初步的成像。那它当然频率是200个 Giga 是0.2太赫兹，好，所以这是他们成像的结果。那这是另外一组成像，也是太赫兹，是用100 Giga 就是0.1太赫兹，但它成像的物体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其实简而言之说，我们是有手度可以适用说，我们成像一个非常小的物体，也可以成功的成像一个粒子这样。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就是200 GHz， 但是这个地方这个是比较细致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用透镜想办法把东西聚焦，所以它基本上还是需要非常多的扫描才有办法做得到这样。然后所以说在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张投影片，就是我们在这个太赫兹关键组件与成像应用这个南极大陆的这个太赫兹 gap 里面，我们想办法使用电的讯号，慢慢的往上推展。那所以说我们有机会把这个太赫兹不一成像的讯号，我们把它想办法去把它解决掉。那我们解决方式是用6铺成像的方式去实现太赫兹成像。那我们用微波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成像结果。那我们下一步就是更艰巨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的扫描是一个个扫描，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阵列做出来。那阵列不论是成本以及难度啊，整合的难度都高于我们目前的评估来的大。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制作，希望我们下一次还会有更好的结果。这样，那6铺的成像的话，我们也是想办法把这些比较大的面积把它塞成小小的。那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的成像又往上推到这个太赫兹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计划的报告，谢谢大家。